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只要中午正常吃了一顿饭，到了下午1、2点，看着电脑荧幕工作，就很容易分心，甚至会想睡觉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可能开始中午吃的特别少，甚至只吃1盒沙拉。结果下午确实不想睡了，但到了3、4点，强烈的饥饿感反而会让你忍不住去点一杯手摇饮，或是找零食来吃。结果吃完得到的是满满的罪恶感。我以前也觉得是自己管不住嘴，直到我看了几篇医疗文献才发现，这根本不是意志力的问题，而是当我们刻意少吃的时候，身体和神经系统没有得到足够的能量，自然就会驱使你去寻找更高热量的食物。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是既能给身体提供稳定的能量，又不会变成肚子上的脂肪呢？过去7天，我每天的早餐咖啡里面都会固定加1匙 MCT 油，也就是中链脂肪酸。它跟我们平时吃的油不太一样。科学实证发现，它不需要经过漫长的肠胃消化，喝下去后会直接进入肝脏，以非常快的速度被分解，转化为能量。因为代谢的速度太快，它不仅很难变成脂肪囤积在身上，反而还能增加我们的饱足感。连续喝了7天，作为一个原本肠胃不好、下午容易疲劳的人，我记录自己每天的专注工作时长以及肚子饿的时间。这匙油真的能帮我们解决下午想睡以及想偷吃零食的问题吗？嘿，各位，我现在人已经在日本的超市旁边。那在我的身后就是日本的濑户超市。我等一下会在濑户超市里面找 MCT 油，也就是中链脂肪酸这一种产品呢，在日本其实蛮普遍的，就连日本的一个很大的品牌叫做日清，也有专门出一个 MCT 的调理油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吧。那我现在已经从濑户超市买到了这一个中链脂肪酸，那我接下来会挑战在7天的每天早上咖啡里面都加1匙，看看我身体会有什么变化。根据2015年的一项临床研究发现，相比于我们平时吃的一般食用油，也就是长链脂肪酸，摄取中链脂肪酸会显著增加我们体内的瘦素以及一种叫做生态 YY 的荷尔蒙分泌。这2种荷尔蒙的作用其实非常简单，它们就像是身体的刹车系统，专门负责向大脑发送我已经吃饱了的信号，从而有效降低我们的食欲。但这个还不是它们最厉害的地方。我们的大脑平时是非常依赖葡萄糖运作的。当你中午吃的很少，下午血糖一下降，大脑就会因为缺乏能量而强迫你去寻找甜食。而医学文献也证实，中链脂肪酸的代谢路径跟普通脂肪完全不一样。普通的油在吃下去的时候，需要经过淋巴系统漫长的消化，但中链脂肪酸吃下去之后，会直接透过门静脉进入肝脏，并且以一般脂肪酸4倍的速度被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在肝脏里会被迅速转化为一种叫做酮体的物质。这种物质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，成为大脑喜欢的替代燃料。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你不需要吃碳水化合物，也不会引起胰岛素分泌造成的疲劳，就能在短时间内直接帮你的大脑充饱电。也就是说，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匙油不仅能直接关闭我们的饥饿开关，还能给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。既然科学理论这么的完美，那落实到现实生活中，它真的对我有用吗？今天是我们第1天要尝试把这个 MCT 油加到平常吃的东西里面。因为今天我们太晚起床了，所以我们是直接吃午餐。这个是鱼山煮的汤泡饭，我们还有特别加那个 wasabi。我在影片中也有提到说，这个 MCT 油是不能直接放到炒锅里面煮，要像味噌一样，已经盛好饭或者是汤已经煮好才能加。真的完全无色无味。为了精准量化这个变化，我请我的女友帮我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上班打卡系统。规则只有一个，只要我坐在电脑前面专心工作，就按开始；只要我拿起手机或是离开座位，我就必须按暂停。我用它来记录每天下午真实的有效工作时间。这个是我这7天的记录。你可以看到，以前我下午的专注力其实非常零碎，大概连续工作30-40分钟，就会想停下来休息一下。但在喝了几天的 MCT 油之后，我单次专注的时间不知不觉拉长到了1个半小时。这个在生理学上完全是说得通的，就像前面提到的，酮体给了大脑稳定的能量。我不再像以前一样，下午的血糖一下降就容易觉得累。另一个明显的改变是食欲，以前到了3-4点，大脑总是会不断释放想找东西吃的讯号。虽然你可以靠意志力忍住，
但光是对抗这个念头，就已经把你的专注力消耗掉了大半。这几天因为饱足感的增加，嘴馋的感觉少了很多，我可以很顺畅的一直工作，直到吃晚饭。不过看到这里，你心里肯定会有一个疑问：既然它是货真价实的油，那我们每天这样喝，难道不会卡路里超标，越喝越胖吗？说实话，我一开始也很怕卡路里超标，毕竟不管中链脂肪酸有多神奇，它的本质上还是油。数据显示，它1克的热量大概是8.4大卡，所以如果你每天加太多，热量叠加上去，一样还是会胖的。那为什么临床研究又发现，摄取中链脂肪酸不但不会变胖，反而还能减少我们最头痛的内脏脂肪呢？关键就在于我前面提到的代谢机制。讲白话一点，普通的油就像是粗大的木材，很难被点燃。身体当下用不完，就会直接囤积在肚子上或者是大腿上，而中链脂肪酸就像是纸张，因为它直接进入肝脏，身体根本来不及把它当成脂肪存起来，就已经烧光变成能量了。那这样听起来很完美，对不对？不过一般人开始喝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容易踩的坑，就是一开始喝的量绝对不能过多，因为它代谢的太快了。如果你的肠胃还没适应，一次喝了1大匙，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会一直跑厕所，这跟喝一般的油带来的反胃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你也想开始尝试把它加入到早上的咖啡里，到底该从多少的分量开始？还有什么是你必须注意的呢？其实 MCT 并不是什么实验室合成的化学物质，像我们平时喝的全脂牛奶、无盐奶油，甚至是椰子油里面，就含有天然的 MCT 成分在里面。关于这点，我帮大家整理了一张常见食物的 MCT 比例图，建议你可以先按暂停，截图存起来。既然日常食物里就有，为什么还要特别去吃纯的 MCT 油呢？主要就是考量到热量还有效率。如果想从牛奶或是奶油里得到足够的量，卡路里早就超标了。而椰子油虽然 MCT 含量高，里面有一大半是代谢比较慢的长分子，没有办法瞬间给大脑功能，所以对于这种只想提升专注力的人来说，直接使用纯化好的 MCT 油是最简单高效的做法。但在讲分量之前，我得先破除一个大家最容易踩的坑。很多人听到它是油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进厨房取代家里平时炒菜用的沙拉油或是橄榄油。但 MCT 油绝对不能拿来高温热炒，因为它的发烟点非常低。在家里常用的橄榄油发烟点大约在200摄氏度左右，但 MCT 油大约只有140度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温度稍微拉高，它就会比一般的油更容易大量冒烟、起泡，高温甚至会直接破坏它原本的结构。既然不能炒菜，那它最适合的吃法就是直接加在黑咖啡或是热汤里。那新手具体应该加多少的量呢？原则只有一个，给肠胃适应的时间。第一周每天早上只要浅浅的1小茶匙，大概5毫升就够了。只要肠胃没有不舒服，第2周开始再慢慢增加到1大匙，也就是大约15毫升左右。对我们一般人来说，这个量作为日常保养就非常足够了，不需要无止境的往上加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怕麻烦，或是对直接喝油有心理障碍，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替代方案，比如可以随身携带的胶囊，或是对肠胃刺激比较小、不容易胀气的 MCT 粉末，甚至是一些添加了 MCT 的低卡小零食。为了不占用影片时间，我把我最近调查筛选过的各种选项全部整理在底下的资讯栏的，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去挑选。这几天的打卡记录做下来，我最大的心得就是，只要你用对方法，给身体稳定的能量，你根本不需要消耗意志力去对抗这个饥饿感，把之前忍耐的精力省下来，专注去做更重要的事情。那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别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。我是阿萨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有，你有。只要中午正常吃了一顿饭，一到下午。